没想到台海海军的考古项目居然有了最新进展。就在前几天，太平洋九鹏外海发生巨响，没错，这是舷号1208的承德舰压抑30年的喷发，也是台湾自研华阳垂直发射系统的首次实弹战备突破。综合自由时报和中时新闻网的报道，一发海剑2型防空导弹从承德舰甲板下的垂直发射管中腾空而起，精准地将模拟敌机的靶机凌空打爆。为了这一刻，台湾海军整整等了28年。或许有人觉得，不就是个垂发吗？隔壁052D、055都满舰跑了，这有什么好稀奇的？老实说，如果您只看有无，那确实没什么。但是如果深入承德舰的甲板之下，看看这次换新手术的惨烈与精密，你就会发现，要在承德舰这样的老古董里塞进华阳垂发，其难度不亚于在满是铁锈的老爷车里强行塞进了一套1级方程式赛车底盘。这里面不仅是台湾自研技术的跨越，更是台湾海军务实主义的大爆发，终于不是绿营的假大空宣传了。那么这套华阳垂发到底能不能撑起康定级的防空伞？被吹得神乎其神的一坑四弹是不是在画大饼？说起台湾海军的康定级，那真是一部典型的哑巴吃黄连的武器采购史。上世纪90年代，台湾通过光华2号专案，花了巨资从法国购入6艘拉斐特级护卫舰。这船刚来的时候，那真是全台湾的希望。隐身造型前卫的像外星飞船，全舰没有一处之角，雷达反射面积据说只相当于一艘小渔船。可当这6个法兰西姑娘吸下红盖头，台海军的官兵们差点没哭出声来。因为法国人只卖了船壳子和部分雷达，最核心的防空火力，法国人由于政治压力死活不卖。没办法，台湾军方只能用手里武器来一场缝合表演。他们在康定级最关键的 B 炮位，也就是主炮后方装上了一部海蟹树防空导弹。各位，这海蟹树是什么东西？它是上世纪60年代美军陆军用的小蟹树导弹的下水版。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人操。你没听错，在那个已经进入自动化战争的年代，康定级的防空系统居然要有个水兵坐在上面，顶着几级大风浪，手忙脚乱地用肉眼去搜索目标，然后再按下那个红色的发射按钮。这导弹的射程只有区5公里，还没现在咱们一些岸防重型狙击步枪打得远。说一句海上的大型手动弹弓都不为过。遇到超音速反舰导弹，这种系统基本上就是摆设，纯粹是给舰员提供一种我还没放弃抵抗的心理安慰。所以在过去的20多年里，康定级在专业军迷眼中一直有个响亮的外号——海上高档靶船。大家试想一下，一艘排水量3000多吨、造价昂贵的隐身军舰，防空圈居然还没有一艘巡逻艇大，这种情况折磨了台海军整整一代人，成了他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为了治好这个病，台湾海军不是没想过买美制的 MK41 垂发系统，但美国人那是出了名的价格屠夫，一套系统开价能让你怀疑人生，更何况适配性也是一个大问题。康定级的内部空间是由法国人设计的，塞满了法制的管线，美制系统就像一块格格不入的巨型积木，想塞都塞不进去。没办法，这样的现实情况逼得台湾中科院必须在螺丝壳里做道场，也就硬生生磨出一套自家的华阳系统。在我看来，这就是台湾海军务实主义的体现，因为他们知道新船造不出来，但不放弃的精神让他们在老破小上动刀，且有了一点成功。那么这个折腾了这么多年的华阳垂发到底是个什么成色？它是如何把手动弹弓海蟹树扫进垃圾堆，换成数字化的导弹发射井的呢？在承德舰改装后的高清照片里，大家可以看到舰首那座尴尬的海蟹树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32个整齐划一的方形盖板，这就是华阳垂直发射系统。很多自媒体一看到这32个弹坑，就开始高喊一坑四弹，128枚导弹，战力倍增。在这里我可能得给各位泼一盆凉水了。先说这个华阳系统，它本质上是参考了美国 MK41 的热发射模式，导弹在井里点火，高温燃气直接冲向底部的导流槽，再通过排烟口排出去。这种模式的难度不在于发导弹，而在于不把自己的船烧掉。台湾中科院为了解决这个排烟问题，在有限的甲板深度里采用了复杂的同心助运发射筒技术，通过气动力学原理让高温燃气在窄喉处加速降温，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技术突破。但关于一坑四弹的传闻，我要明确一点，目前在承德舰上服役的海剑2防空导弹
是做不到一坑4弹的。为什么？因为物理定律不允许。海剑2是从天剑2型空对空导弹改良来的，但体直径确实只有19厘米。但是为了让它能从水下的垂发井里跳出来，它必须加装一个尾部的固体火箭助推器，再加上为了实现垂直发射后的快速转向，它的尾翼和折叠控制面在发射筒里需要占据相当大的空间。目前华阳垂发的单个单元内径约为25英寸，约635毫米。按照现有的海剑2尺寸，目前最稳妥的做法是一弹双坑，或者是针对更重要的目标，直接采取单枚大口径装填。至于那个被吹上天的一坑4弹，那是中科院正在研发的针对未来更小尺寸导弹的远景计划。所以承德舰目前的最大防空备弹量并非传闻中的128枚，而是在32到64枚之间。虽然没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但对比以前那可怜的4枚，确实是鸟枪换了炮。至于发射的海剑2的真实激战能力，这一点大家倒是不用担心。这款导弹的最大飞行速度，因为加了助推器，平均激战速度大约在 2.4 马赫左右。射程呢，它的有效拦截距离大约在15到30公里。大家注意，这30公里在现代海战中属于典型的点防御范畴。在面对敌人那些动辄3马赫、4马赫起跳的超高音速绿海反舰导弹时，这种飞行速度和拦截距离留给系统的反应时间非常之短，短到可能只有几十秒。你可能会问，既然速度不算快，射程也不算远，那这改装还有意义吗？当然有，因为承德舰这次换掉的不只是导弹，它还换上了一双能够看穿迷雾的黑眼睛，这双眼睛才是让垂发系统发挥出威力的真正核心。在现代海战中，如果你雷达不行，导弹飞得再快也是无头苍蝇。承德舰这次改装最值钱也是最英明的决策，是把桅杆顶部那台慢悠悠转圈的法制海神雷达给拆了，换成了一台英国 BAE 系统公司的 Astron 3D 中程监视雷达。这东西长得很有个性，像一个倒扣的流线型的黑色滑板，在桅杆上飞速旋转。它可不是花架子，它是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的同款监视系统。以前的法制雷达是2坐标，只能告诉你目标在哪儿，有多远，但高度是多少不知道。你还得靠另一台专门的火控雷达去搜索，反应时间慢得让人抓狂。而这台黑滑板雷达是3坐标相控阵，它能同时锁定超过800个目标。更恐怖的是，它具备极强的杂波过滤能力，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它能从满屏的海浪回波中一眼抓出一个网球大小的高速绿海飞行的导弹。有了这双眼睛，华阳垂发里的海剑2导弹才真正有了灵魂，这才是台湾海军改装最值得称赞的地方。他们很清楚，搞不出像美军神盾舰那样大型的固定的4面相控阵雷达阵列，所以干脆买这种成熟紧凑即插即用的旋转式相控阵。虽然它不能像大盾那样提供几百公里的远程预警，但在30至50公里的范围内，它就是最尖锐的哨兵。只是承德舰上有法国的船壳、英国的雷达、台湾自研的发射系统和导弹，要把这些来自不同国家、使用不同底层逻辑和代码的装备完美融合在一起，又是一件麻烦事儿。承德舰在船厂里待的那一年，恐怕台湾的软件工程师们凹凸了无数个脑袋。要知道，这种万国牌的缝合虽然解决了有无的问题，但也埋下了一个隐患：一旦进入高强度的电磁干扰环境，或者是由于系统冗余度不够导致的死机，这艘造价不菲的军舰瞬间就会变回一坨昂贵的废铁。而且大家仔细看承德舰的中部，前面是现代化的垂发，后面是顶级的英国雷达，可舰体中部居然还背着老旧的破坏隐身的雄风反舰导弹发射箱，这种混搭实在难以想象是现代海军的表现。而这也诠释了台湾海军目前的尴尬境地，即他们试图在有限的预算下给老兵装上假肢和义眼，试图让他在数字化战场上再冲锋一次。这种老树发新芽的努力虽然确实值得记一笔，但现实往往比愿望更残酷。当这艘焕然一新的承德舰真正面对对岸那一眼望不到头的饱和攻击时，它到底能撑多久？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关于台海防御体系的终极考验。后续发展值得我们期待。讲到最后，今天这期视频90%讲的是进步，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技术突破。确实，承德舰告别了手动弹弓，拥有了现代化的点防御能力。
这在面对偶尔的骚扰或者是低烈度的对抗时，确实让台湾海军的腰杆子硬了不少。但剩下的一成，我们要聊聊现实。在现代海战中，有一个词叫饱和攻击。若是敌人同时发射100枚导弹，而承德舰的拦截通道只有32个，那么剩下的68枚就能把你彻底撕成碎片。至于大家说的再装填，那是不能实现的，因为承德舰的华阳垂发是热发射模式。热发射的一个致命伤是，一旦发射筒在战斗中被尾焰严重灼烧，它是没法在海上进行第二次装填的。这意味着承德舰打完这32个或64个单元里的导弹后，它必须返港。但在战时，台海周边还有安全的港口供它静静的吊装导弹吗？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再者，承德舰虽然经过了升级，但现在海战是体系化对抗，承德舰更像是一个坚固的据点，它能自保，甚至能掩护周边的几艘小船，但它无法改变由于舰龄老化、平台限制所带来的根本性劣势。当然，承德舰的成功对台湾海军来说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心理重塑，它证明了台湾依然有能力完成复杂系统的集成。这种韧性，台湾军方目前最看重的务实防卫，他们不求在正面海战中决胜，只求能把入场的门票卖得贵一点，试图让每一个靠近的对手都必须先掂量一下这32个盖板下的火力。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承德舰和华阳垂发算是一个时代的补丁，也是台湾一种无奈的坚持。大家认为台湾此次的承德舰升级值不值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